Hello， 请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自助药师的频道。我之前分享了2支影片，关于在湾区新手看房的一些注意事项。然后我也告诉大家说我买新房子了，结果下面就有很多人留言敲完 room tour。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蛮害羞的，因为我想说家里还是比较私密的地方，但是因为看到这么多人有兴趣，想说好吧，我来做一集 room tour 吧。我的房子其实没有很大，台湾算起来大概是25平左右，900 square feet 的房子，然后是1房1厅。占地不算太大，不过以1房来说算是大的，因为它有一个 den， 有一个小书房。你们现在在的地方呢，就是一进门的一个小书房。那个时候 Adrian 在 show 的时候 ，staging 的摆设呢是一个平常人不会用到的一个场景，就是很可爱的小桌子跟小椅子，还有一些小镜子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家里工作的人，你一定是要有一个升降桌跟一个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。反正他们 staging 的时候，主要就是看一个整体的美感，实际上可能没有这么的实用，就是想说我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 den 的空间，想过几千个 idea， 想说它可以放我的 keyboard 当一个小琴房，可以当录 YouTube 影片的一个摄影棚，甚至还想到如果以后有小 baby 的话，可以把小 baby 丢在这间。但是万万都没有想到，我竟然把它拿来当做我的衣橱间。虽然说这个房子它有衣橱，而且它是一个 walk-in closet， 就是可以走进去的，但是不够大，所以后来呢还加订了衣橱。在选衣橱的时候呢，尽量就是选全部东西都藏在里面，这样子比较没有杂乱感。那我对衣橱的要求就是，我希望它的外面是镜子的，我是一个镜子控。我们整个家里面的镜子加起来比椅子的数量还要多，可以随时确定一下你的容颜，同时它可以让你的小空间变得很大，而且很明亮，小空间非常必备的。真的还蛮喜欢这个衣橱的，因为它容量很够。我在网络上面找了很久，发现这种镜子的衣橱都是需要定做的，那定做就会很贵。如果有现成的话呢，我发现他们是在东海，没有送到我们这边来，就不想花太多钱，最后呢就还是到 IKEA 去订。IKEA 其实衣柜还蛮强的是，它可以让你自己排列组合什么样的材质的外面。多高，你想要多宽，这个房子是非常挑高的，所以我希望可以尽可能的越高越好，这样就可以好好的利用到整个空间，就是往上发展。那最后就发现，其实 IKEA 这个品质也真的还不错，只是你要省钱的话，你就要自己去组装。美国这边人力真的蛮贵的，所以就靠自己。你看这个东西多高啊！它的一大片木头呢就是这么高。天真的我想说，这些东西应该都塞得下我们的车子吧。就一去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真的超级重的，它有很多块的木头，然后镜子也不轻，总共有8片镜子把它组起来的。在那边搞了超久，我想说惨了，白去一趟了。后来把整个前座全部往下压，很惊险的把它载回家了。大白赞组这个衣柜组了3天，下班之后跑到这边来组装，到凌晨半夜还在那边抠。我记得最吵的一个就是它需要后面钉40个钉子。邻居一定觉得我们超吵的。虽然说 IKEA 的家具好像看似很容易做，其实这个还有一些什么轨道啊，然后这个镜子要怎么摆的一些问题，弄好之后成就感非常的大。现在就是放我的冬天的衣服，是在外面这边整装好之后就可以出门了。而且回来之后呢，你也不用把你的大衣还带到你房间里面的衣橱，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晾着。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摆放方式还不错。然后我觉得它很好一点，就是它所有的这些拉的啊、抽屉啊，你都可以自己去选择说你想要做哪一种的。像我这边就会放很多帽子啊，还有我的一些太阳眼镜等等的。然后下面就可以放一些围巾。上面其实原本是我们拿来堆东西的，结果我发现真的太丑了，所以我就想一个办法，放上窗帘，上面可以放超多东西的，给你们看一
一下。兔兔之前的笼子，然后这边就是我吸尘器的家。吸尘器原本都放在外面，我就觉得还蛮丑的，所以呢，现在有这个我就可以放很多东西，就是什么行李箱啊、吸尘器有的没有就往里面塞，而且这个其实很高，可以放超多东西。小空间的话，就是要想办法找收纳的空间。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帘子看起来太舒服了，所以就会变成兔兔喜欢躲进去的一个地方。他如果不乖，我骂他之后，他就会瞬间冲进，然后躲在里面。这个空间真的蛮好利用的，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在这边做瑜伽，然后在镜子前面你就可以知道你做的好不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到了客厅，客厅的采光真的是一级棒。其实这也是最主要那个时候看上这间房子非常喜欢的一个点。这整个客厅两面都有窗户，所以我白天基本上都不需要开灯。客厅主要的色系是喜欢金色、白色，带一点皇室蓝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以前有些家具如果摆起来不太符合的话，就会被淘汰。因为我很喜欢跳舞，所以我希望这整个空间是开放式的，所以就没有买那种大又很重的家具，空间利用上面就会比较困难。之前在家里练舞的时候，我就会在这个镜子前面练舞，我用这个大电视来上舞蹈课。这整个空间呢，我都可以利用的，像这些椅子啊，我都可以把它推到旁边去，然后这个地毯就可以直接把它翻过去。其实这一块空间还蛮大的，有符合到我的需求。进来的时候看到那面镜子，反射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对面的 building， 也觉得蛮美的。整体的视觉效果，这个客厅变大许多。这边的几个窗户看出去都是比较偏 city view 的，所以那边可以看到 Salesforce Tower 正正的在前面。然后这边也是对面有一些很高的住宅。我觉得我可以当即时交通播报员，告诉大家现在适不适合到 East Bay 去。从中午开始那边就塞车了吧，高速公路上面车非常的多。房间那边的窗户，还有那边还有一个阳台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出去过。可以看到小小的 Harbor 的景，船只停泊在那边的景，所以我觉得 view 来讲的话，其实还蛮多元的，也蛮不错的。可以在这边看个杂志。享受一下外面的好天气，这边也放了一个植栽，我好喜欢这种叶子哦，我觉得它很美。我觉得家里是需要有一些绿叶的，但是我又不确保说我可以把它养活，因为有时候可能需要 travel 去不同的地方。所以我后来就是买一个人工的，但是看起来又还蛮不错的，把家里装点出一分绿意。放了一个香氛，我个人是觉得那个香氛味道有点重，所以我里面还把它弄了一层膜，然后只开了小小的一个洞。我们来看一下 view 吧。隔壁那栋好高哦，摩天大楼。这个你干嘛？那老实说，兔兔呢，他已经对于这个家非常的熟悉了。现在呢，可以从笼子里面跳出来，跳到沙发上，再跳到地板上，然后它也可以从地板再跳到沙发，再跳上去。它都会跳来跳去，行动自如。我觉得它真的很爱这个家。哇，真是这么多玫瑰！哇 ，What are you doing? I think that's enough. OK， 好，这，花子不放哎。尤其呢，这个家有很长的这个 runway 跑道，让它从这边跑到前面去，所以我每次都看它在这边那个地毯上面，两只脚隔空这样子击掌，很开心的样子。
记得按赞、订阅频道、开启小铃铛。然后我喜欢把所有的电线都收进去，所以这是最近入手的，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个收电线的集线器。我会把它的连接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里面，因为原本这个延长线呢，在外面就很难看。有了这个之后呢，其实就可以把它收得干干净净的，而且这样也比较不用怕有灰尘或者是被兔兔咬。那其他的东西的话，就全部都收干干净净的在这个下面。然后像那个集线器，我的房间也有一个，因为非常的需要，特别是在家里工作，有一堆的电线，我起码是要用2排的那个延长线，所以这东西真的超好用的。这样，这外面是这样1排啦，但是我房间里面的话是2排，而且是插满满的。像书柜的话，是我原本家里搬过来的，它应该算是这里面少数极有的原始成员之一。它刚刚好这个高度可以放在我们这个台子上面。然后我记得我看到一个 Netflix 室内设计相关的频道，他就说他们在看房子的时候都会看它是不是可以延伸上去。所以这个书柜这样子放在这边，就刚好让你有一种往上延伸看到天花板的感觉，就会觉得这个房子呢又更大一点了。住在这边其实都可以看到对面邻居在干嘛。一开始住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对面人每天晚上都会看电影，然后我都知道他到底在看什么。他的荧幕非常的大，我就觉得哇，我从我家就可以看电影了，还不错嘛。但是我自己也会想，如果我在家里，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我？提醒自己不要晚上光溜溜的在这边跑来跑去。住在市区就是有这种惊奇感，可以一窥大家到底在干嘛。那因为空间也没有很大，所以希望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收纳进去的。像这个沙发床就是功能性很强，它就变成是家人来的时候也可以睡的一个沙发床。里面就会放我很多的摄影器材、瑜伽垫。我每一次摄影都是要从里面拿很多灯啊、脚架啊，超级方便的 ，like it， 而且很容易就可以拿到需要的东西。这边是用餐的地方。那时候订这个椅子的时候，其实也没有太贵，但是真的就是找到类似颜色的，就觉得非常的棒。刚好是可以同一套颜色的，虽然是不同时期买的，而且这个椅子呢非常的轻便，所以我也可以把它拿来放在那边当做 keyboard 椅子，全部颜色就是同一色系的，不会显得很突兀。这边放了2个厨房吧台的旋转椅，客厅整体色系我觉得都还不错，唯独比较突兀的点就是这个椅子，其实它真的是非常的好用，最主要是我不太舍得把它卖出去，它是我的办公椅，看它多么漂亮啊！而且我还没有用多久，它跟我原本的那个边窗帘颜色超搭的，一整个都是红色的，而且它这个非常的 ergonomic， 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调，头也可以调，腰可以调，这里前后也可以调，这个前后也可以调。但就是它跟我现在这个家也是没有那么符合整体的主题。我是想要把它处理掉，有没有人想要它？我可以卖给你，快点到一个好人家去。然后厨房的部分，它不错的点是它有附很多的橱柜，这边全部都是橱柜。全部都是橱柜，所以我甚至有一些浴室的东西也放不下，我就把它堆到这上面来，这里面就可以。它里面真的超级多空间的，看每一格就是满满的厨具们、零食，好多一枚小泡芙哦，当然要囤货啦。既然有吧台，那我们来喝杯酒吧。那大家今天想喝什么酒呢？其实我很少用这个吧台，比较常都是在那个沙发那边发懒。家里有蛮多酒的哦，很多都是从很久以前留下来朋友送的，
自己很少会在家里喝，但是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美酒。那我们来喝美酒好了，因为就是喜欢这种甜甜的酒。之前买这个美酒的时候，还有送美酒专用的杯子，不过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。而且我喝美酒的方式很神奇，我会喜欢加水，因为我不想喝太浓。应该没有人像我这样子喝吧？每次拍片真的都是大费周章，今天拍片蛮累的，大家一起敬一杯吧 ，Cheers！ 好吧，那就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 house tour。接下来呢，还会跟你们分享我的房间跟浴室，大家不要错过下一集哦。如果有想要买我红色那张非常酷炫的办公椅的人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请记得按赞、订阅频道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子才不会错过之后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